这里就是大个子躲避黑暗的遗迹了。好雄伟的宫殿！这也太气派了！这石像也是神的肉身所化吗？神霄天眼，看！神印气派非凡，这位神是什么灵体？跟爷爷们说的4大灵体都不一样，我从没见过。难道旧时代不只有4种灵体？小不点来了。小不点看啊，这是霸体三丹功的导引图。大个子，你是发现了壁画上的功法跟霸体三丹功相仿，才带我来看。霸体三丹功难道是旧时代的功法吗？居然被刻在了墙壁上，恐怕这些壁画就是霸体的后续功法。先将它们记下，等回村后再好好研习。这座宫殿如此破败，不知道上面的壁画还能保持多久。不过没关系，哪怕壁画被完全毁掉，也会在我这里流传下去，交给下一个霸体。这是龙爷爷教过我的旧时代文字，上面写着永江，就是我们村口的那条。难道这是大虚的地图？大个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奇怪，这里应该是残老村，地图上却没有。附近反而画了一条龙，还写着永江龙王。这口井的旁边写着天井龙王，而这里竟然写着海眼龙王。可我分明记得，这里是婆婆和爷爷们常去赶集的奶奶庙。龙庙，这么多龙王，难怪大虚有这么多龙王庙。诶，仙妻儿被镇压的古庙，还有婆婆去卖东西的香龙城，都不在这幅地图上。太阳船，这世上还有能装下太阳的船？还有这个月亮井和月亮船，大虚分明没有月亮，难道都躲到了这里？神女关，我去过这处遗迹，当时有神女夜中起舞，抵御黑暗。婆婆曾说，在黑暗降临大虚之前，旧时代有个昌盛繁华的神国，后来灾变爆发，天塌地陷，大虚才变成现在这副荒芜模样。难道这幅地图就是灾变之前的大虚？原来你住的这片山谷叫镇妖宫。龙爷爷说过，殃是殃的谷字，由戴家的犯人象形而来，是灾祸的意思。这座宫殿到底镇压着什么灾祸？这里没人啊，怎么会有咀嚼的声音？我们的影子都好好的，哪儿来的第3个影子？他是谁？
是魔的影子。算了，管他是什么，现在逃出去才是关键。他妈哈瓦呀！大个子！这句魔语竟能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成功施展出掌心雷。不过，这招太过强大，让我也同时力竭了。竟然会念魔语，是我从后背，真可笑。魔神威力印乃是我族核心法门大自在印中的第一印，藏无上你手中却如此虚弱无力。原来这招叫做魔神尾力印，晚辈愚钝，只学了些皮毛，没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。一知半解，当然无法发挥出法门玄妙。大自在印共有4印，让这猴子退开，我将余下1把传授给你。是，滚！这位前辈与我同族，不会害我。别担心，你先出去等我吧。小子，你靠近些看，我只教你1遍。这是第2，天魔自在。伊斯瓦赫拉，伊斯瓦赫拉，伊斯瓦赫拉。天魔自在印竟有夺魂摄魄之效，印性合一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小子，你看见眼中的长钉了吗？他们的力量始终压制我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进来吧，我怕你看不清。前辈放心，晚辈眼力尚可。第3印，格亚纳，大智慧印。剩下第4印，大自在天魔印，这是千4印合一的最强印法。不过这一印更加复杂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只有拔下这些长钉，才能让我喘一口气。你进来帮我，我便可以将完整的印法传授给你。前辈，我还是不学了。我笨得很，连第3印都没学会。只要你拔下钉子，我便有力气教你第2遍。前辈刚才说过只教1遍，我怎能让前辈食言？我这么笨，有负前辈的期待，心中愧疚不已。不，你很聪明。你只看了1遍就学会了魔神威力印和天魔自在印，连大智慧印也记得7、8成。我欣赏你的资质，可以破例多教你1遍。还是说，你在骗我功法？我好心好意教你，你却骗我！前辈何出此言？分明是你想骗我进去为你解封。那些长钉就像是婆婆的针线，
把你的影子连同三魂七魄都封印在这个遗迹里了。你早就知道。前辈怎会不知你我并非同族？不过是想引诱我进殿为你拔去长钉，恐怕前辈一脱困便会将我也吃掉。我只是将计就计，骗了你2招半的印法。小骗子，我要弄死你！还想骗我？我可是被瘸爷爷从小骗到大的，连婆婆给我买的糖葫芦都被骗去了无数次。你以为我们不是同族？想的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魔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我们已经穿过雾海，老丈所说的河，应当就是眼前这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。河里究竟是水，还是火？这要怎么过去？太阳船？不对。拖着的好像也不是太阳，还有些幽光，这是什么？一轮残破的月亮，这是月亮船。原来月亮长这个样子啊！奇怪，月亮船不是和太阳船一样应该待在大虚吗？怎么跑到了死者生界？玉佩对他的反应好强烈，难道月亮船就是无忧乡？月亮出现在夜晚。因此，月亮船通常在黑夜活动。无忧乡只在黑暗出现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。摩儿，无忧乡很可能就在月亮船上。你见到的那个影子，就是来找你的沐月者。沐月者？啊！村长爷爷，我们回去吧。你不去相认吗？万一她是你的亲人，你的母亲？我看到的不是女子，是一个魔。小骗子！曾经被封印在镇阳宫墙壁里的那尊魔神，利用严康入侵引发的血潮，他破开封印逃了出来。原本他应该只剩下魂魄，可现在，想必是进入死者生界，重新恢复了力量。他多次试图引诱我进入黑暗，就是为了再次杀死我。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。好家伙，连我这个老江湖也险些着了道。小魔头，你当初骗我2招半的印法，那才叫骗。如今你想找无忧乡，我也想找。用人族这种低等生灵的话来说，应该是互帮互助，怎么能叫骗呢？你也要找无忧乡？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把玉佩交给我，我带你回无忧乡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
神去哪儿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彼岸之际，天魔众生诞生出了不明体质。魔神竟创造出一个属于魔的极乐之界。那魔神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刚才我们是被漩涡吸进来的，是不是也能从漩涡出去？哎，那个漩涡呢？村长爷爷，您话不是禅尊座下圣物吗？里面怎么会运生出魔？这恰恰证明了魔神的心性力量之强，竟能污染莲花，将之炼化为邪恶的魔莲。一旦沾染，禅意堕魔。他们是魔族的8大精锐之一，杂布天魔柱。摩尔，取我一根发丝，系在腕上。漩涡在那儿。这些利刃的形状好奇怪，不像兵器，倒像是牙齿。难道？一直埋伏在漩涡的出口，等着我们自己进入他口中。村长爷爷，洛尔，你先走，我会追上你。摩尔，快走！踏出死者生界的界碑，就不必再受颠倒生死的法则束缚。你会恢复血肉之躯，魔神则会再度失去肉身，他奈何不了你。村长爷为了救我，从那时起就决定独自留下断后。他被魔神拉入漩涡，会不会？爷爷如此强大，一定不会有事。我必须先离开此地，不要成为他的负担。那座城市是什么地方？不好，雾越来越浓。连九重天眼也看不清了。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原来魔神撒出的那些黑点就是天魔咒，他想用天魔咒把我抓回去。关火！四件事。
这是我退后。这是天魔众中的龙部，外形为鱼鳞蛙蹼，极善用毒。还好有村长爷爷提醒，否则便要被他的毒气侵袭了。不过我竟然能一剑杀了一个天魔众，一定是雅爷爷和屠爷爷的元气将我的力量提升了100倍，足以让我将剑法施展到神通的层次。那么，面对这些天魔众，我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。天部多面巨人，汤力无穷，弱点在其头部。这家伙难道看穿了我的动作？啊！这招也能复制？四件事，大修罗布，洞察并模拟他人招式，擅长以雷霆作战，招式正如青龙元气演化的神通。那就看看他能否敌过马爷的神通。那古赤女子为迦楼罗布，行动迅捷，且蝎尾藏毒。那丑陋妇人为前踏符，遁地无形，来去无踪。
不好，天魔众都找过来了。不过雾气正浓，我看不清，那些天魔众也一样。只要我不发出任何声响，就能躲过围杀，甚至趁机反杀。蛛丝。蛛丝应该是景纳罗布的手笔，其状为八爪怪人，可用蛛丝感应周围波动，锁定敌人的位置。可这也会暴露了他的位置。这些天魔众似人非人，似兽非兽，似妖非妖，似虫非虫，实在太诡异了。怎么没有动静？天魔众都被我杀光了吗？月亮船动起来了，这么大的船，比香菱城都大，难怪一动就会掀起狂风。月亮船上，难道也有像岩晶晶一样的人在操控吗？不好，月亮船的风吹散浓雾，让天魔众发现了我。我得冲出去！是龙爷爷画在我衣服上的玄武神人。不会，
愧是龙爷爷画的，真厉害！又是这个魔村，此地非常诡异，我还是从上空避开为妙。穿过村庄，就是死者生界的界碑，在那里能做骸舟离开。我脚下的风怎么突然没了？糟了，村长爷爷的头发丝也没了。小娃，没有找到无忧香吗？要去界碑，这魔村是无法避开了。看来你的爷爷倒是找到了。人死，自然无忧嘛。又是天魔八部的这些怪物们，你们长得都一样的丑陋，杀了一群又来一群，真的是阴魂不散。是了，这个鬼村子的村民也都是天魔众，现在我不得不杀出去了。村长爷爷还在等着我，杀出去，不惜一切杀出这个村子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，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，就是神功。只要东海千里浪。魔只在黑暗里活动，每逢日出便会退去，可见他们畏惧日光。你们这些只敢躲在黑暗里的东西，可敢与我的刀光一战？莫儿记住，出现更强的是剑意，只要剑意够强，便可击碎一切，切开一切，摧毁一切。杀只杀，这就是我的建议。四件事，长剑士，点剑士。这小子自燃了神藏，把刀光化作日光，可惜是个假太阳，他撑不了多久就要被自己的元气烧死。放心，在那之前，我一定会把你们杀光。亚爷爷和土爷爷留给我的元气都耗光了，神焰也无法开启，没力气了。你的元气已经枯竭，骨头都快被烧成灰，连拿刀的力气也没有。再跟我打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死了，你的玉佩我们一定会好好保管，
用它找到无忧香，再途径无忧香祭你。老张这么想去无忧乡，我这便送你去。奔跑着恢复元气的功法有意思。三魂齐动，气魄结晶，享受魂飞魄散的滋味吧！不好，神系魂冠抓住了我的三魂七魄，动不了了。锁魂定身，造化天魔功，既然可以锁住别人的魂魄，一定也可以锁住我自己的。靠你了，大禹天魔镜！自封魂魄，居然把魔功用在自己身上，小娃，你倒是开创了一种新玩法。不过魂魄锁在肉身里，也把魂魄受的伤带到了身上吧？你都快散架了。龙爷爷的话被魔血腐蚀，我只剩下大禹天魔镜和地蝶了。地蝶的用法尚未可知，现在能拿来作战的只有大禹天魔镜。对了，是靠白虎元气。白虎元气可以将身体和武器淬炼得如钢似铁，无坚不摧。魂壶，长了。元气淬体。你哪来的白虎元气？小丝线也想求助我？离开死者生界，我的力量会不断提升，而你则会再次死去。好狡诈的小娃！
这个魔虽然暂时被我吓退，但随时有可能杀回来，得抓紧时间。不知道村长爷爷现在到哪里了？借用那女子的模样蛊惑木儿，一定知道木儿身世的一些隐秘。说，你以为你养大的那个小子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与我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蛊惑人心的魔，嘴里没句实话。穿过这片雾海，过了一条河，便可以见到无忧乡。过河便是无忧乡吗？看来那里应该就是死者生界的都城——丰都。丰都门关，旧时代传说中的鬼门关。难道无忧乡指的是丰都？村长爷爷的本事这么大，一定会平安归来。又是你！留下无忧乡的玉佩，或者留下你的命！看来只要骸舟不翻，他是不会出手的。元气的功法为何不用？难不成你无法恢复了？不就是你靠近的这一刻？斩剑碎！红山派可是派了13个神通者施法，
一个人。这是我炼的麻药石迷香，用它守住这里。你们先服下解药，我来做法。你们跟着我的动作，要像模像样。Preta Deva Avatarana Pre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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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va Avatarana 到底行不行啊？不知道。你小子真是什么都会啊！红将军，城里的红山派弟子是严抗人冒充的，万不可让他们施法。玉龙门众，拿下幻魔的贼人！杀！催动风葫芦，收毒。他 run 了 ，Preta Deva Avatarana，石迷香就快耗尽了。拿下他们！快掩护去模式。齐博士，快点！齐博士，快跑！齐博士，糟了，他不会走火入魔了吧？这是哪儿？看起来和暗界好像。我将调回赤神父子里传出来，终于有人召唤我。卑微的存在，你在唤醒我，唤醒统治都天无边疆土的都天魔王。你在召唤我去你所在的世界，去杀戮，去战斗。伟大的都天魔王，我祈求你降临，我将献祭给你万千强大的生命，天波城所有六合境及以上境界的神通者。如你所愿。冒充红山派的严康杂碎，你们完蛋了！怎么回事？这雕像怎么变得如此庞大？发生了什么？魔神的力量正在涌入雕像。红山派控制魔神，谁敢后退半步，我
我要了他的命！结阵，退魔令。不对，魔神不一样，他比我们召唤过的任何魔神都要恐怖。副司令根本驱使不了他，完了，我们都完了。红山派的小子，到底什么来路？嘘，他们并非是献给伟大毒天魔王的祭品。聒噪！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毒天之手。他想夺取我的意识，控制献祭仪式。这么忙，这怕来不及。七博士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我的传送法只能传送我自己，无法带所有人离开。那不是死定了？看我的！我要用你们的尸骨建一座大大的祭坛，召唤我的真身，召唤我昨天的天魔杖。前面第二个路口，左转。那个方向是父王的闭关修炼处。诸天众生不在这个世界。父王，何方妖魔，敢在天波城作乱？众将士，列盘龙杀阵！万不可！这个想必就是玉龙门掌赵龙王。多谢秦师叔。
南疆那帮家伙为了获胜，连幻魔这种手段都使出来了，居然在利州、天波城连召2尊魔神，也太狠了！利州有于渊兄妹镇守，不会让那尊魔神为祸太久。只可恨，太学院世子折损惨重，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必须彻查。天波城的这位幻魔者，倒是为我严康立了大功。天波城不就这样攻破了吗？省得我军将士流血。这便是清流们不理解你，说你是魔道的原因。嘿，还好你及时调派于渊出云，这才解了利州之围。奶奶的，这么大的功劳，我倒要看看清流还敢放什么屁！我的功与过，无需当下人的评断。千百年后，自有定论。禀国师，白虎军已助利州军突出重围，只待两军斩杀魔神，便可剿灭尸仙教、救幽门、效益叛军，营救太玄世子。只杀魔神可不够，天波城里还有一尊魔王雕像呢。国师，咱们也该动身了吧？世界的通道，这次惹出的麻烦实在太大了。什么鬼东西？天魔咒。奇怪，这些天魔咒似乎比暗界的弱了许多。
休想他！另一个世界的生灵，有人打开了连接异世界的通道。就凭红山派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能让一个世界的神魔给他们助战？神魔岂会甘为凡夫驱使？异界入侵，整个世界必遭大灾。魏国公，武定郡交由你来驻守。国师，难道你打算？血迹不止，神魔不死。龙大他们不会被这些怪物杀死了吗？没那么快，不过渡天魔王招来的天魔众越来越多了，力量也越来越强。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会死在这里，变成祭品。那要怎么办？魔王是依托于雕像降临，想阻断幻魔仪式的话，除非有人能摧毁渡天魔王的雕像。Deva Avatarana, Pre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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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va Avatarana.小心！那是天波城方向。竟能请来魔王真身，红山派的底蕴不容小觑啊！凡人岂能敌得过神奇之力？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不过是蝼蚁。很快。玉渊兄妹又得成丧家之犬了。渡天魔王的真身也要降临这个世界。兔爷说过。自己惹的麻烦一定要自己摆平，这个麻烦好像实在太大了。这股气息，似是大宗师。这些剑王好眼熟。神域。旧时代神国的法术，何人胆敢阻我？
落九天，这就是当代最强的剑。这股剑意是大六合剑法，燕康国师出手了，一剑便有如此威势，他真的受伤了吗？全军听令，兵发天波城。是。不知哪位宗师前辈行经此地，可否现身一见？国师，真的是国师，得救了！沈万云。你们是扮作红山派弟子，从陆县逃过来的，其他世子呢？太玄船队全军覆没，多亏秦博士带我们提前抵达，这才救了大家一命。不料又遇上魔王作乱，我们便与秦博士失散了。恳请国师派人找寻。秦博士。小心，这里有古怪。我在暗界见过这样的景象，神魔的血把这片峡谷污染了。神血主生，渗入泥土之中，赋予灵性；魔血主死，让一切长出土壤的统统死亡。有点意思。要是同时吸收神血、魔血会如何？应该会变成一种很奇特的、拥有神魔之力的药。我们不能绕过这里吗？其余山峰皆有玄机，唯有枯寂岭峡谷两侧的玄机能只剩残骸。要避开神器，必须走这条路。这些石碑上居然是我们圣教的镇妖符文。这些石碑应该是当年圣教弟子走祸时留下的。看来他们遇到过不少恐怖的大妖。
多石碑，难道镇压着一个妖国不成？救命！救命！有人在洗澡？那是溺水。哪有人会光溜溜的溺水的？这是你的手，还是你的脚？官人，你猜呢？地上的树死了，地下的树根却活着。这片湖应该是神血魔血所化，只不过血早已被树根吸干了。那这些石碑？所有石碑镇压的是一只妖怪，一只莫大的根妖。你是天圣教的人。听好了，我家公子是天圣教的圣教主。圣教主，600年前也有一位圣教主，多管闲事的很，哪怕废了天圣教打通的这条路，也要把妾身镇在这里。害得妾身好苦，好苦！害得妾身好苦，害得妾身好苦！我要报仇！我要报仇！我要报仇！我要杀光你们天圣教！杀光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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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难道天魔教主去了神断山脉？他不是器皿吗？不怕玄机弩射杀？恐怕那里藏着一条生路。虫儿，看路！可惜了，这个雌星还挺漂亮的。
更妖动静太大，把追兵引过来了。圣教主，我要杀了你！灭了金圣教！妖怪，与天魔教有何仇怨？他们将小女子镇压在此600年，妾身与他们仇深似海。大师若能推倒石碑搭救妾身定以山相许。不必，你随我修禅，助我杀天魔教主，我便放了你。这点狐媚伎俩就迷了你的心窍。天魔教是魔道，他们镇压的妖一定是好妖。此去大虚，总需领路人。诸位帮我将这些镇妖石碑推倒，解救这位同道。谢谢大师，我终于又可以吃人了！终于可以吃人了！终于可以吃人了！不好，这妖怪是天魔教主故意镇压在此地害我们的。小风，引他去玄机弩那儿。这妖物被我们引走，没有作践严苛的百姓，也算是一件幸事。连神器都降不住他，怎么可能？
算起来，自打跟了老爷，有些年头没回过大虚了。遗迹？难道这里还有神魔？有些战死了，有些被封印了。不过等黑暗降临，他们又会活过来。在大虚有一句人人皆知的话：天黑别出门。黑暗又如何？我都天世界已经破灭到彻底陷入黑暗了，在黑暗里，我如鱼得水。不信，到了晚上，我溜达给你看。根妖被人放出来了，谁这么蠢？这又是谁出手的？这妖物真是找死，在大虚横冲直撞。大虚有太多神秘的力量，即便是村长爷爷。也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没事，大虚就是这样。有些遗迹中隐藏着一些神怪，记得烧香拜神便不会有大碍。估计那个根妖不小心碰到了某一处遗迹，惹到其中的神怪了。我大虚是没有王法的，所以无论遇到谁。都必须要有礼数，不然万一得罪了什么人，很容易被干掉。太危险了，我想回都天。多谢灵景师兄一路相助，我要去禁区找我家大人们，就此别过。教主，请。丰都神奇们都被惊动了。灵景见过赤袖神人。灵景道人，丰都王有请。敢问，可是与月亮船之事有关？哼，丰都王不曾接纳过月亮船，不会搭理他。玉佩的反应好强烈，莫非他感应到了无忧香？
不就是灵井师兄说的禁区？我又想，果真就在禁区里。啊！这么多魔！看来那些魔怪也知道怕了。魔怪狡诈的很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来了个厉害的家伙。魔神加龙罗。那是太阴之气凝成的神焰。连太阴神力也任他施为。等这小子放了我之后，我绝对不会入侵这个变态的世界。神焰损耗的生命力太多了。公子，准备好，我们就快抵达禁区附近了。无忧香随时可能出现。
无忧乡，这个世界的文明究竟达到过怎样的高度？不太对劲，这个无忧乡为什么是支离破碎的？无忧乡已经彻底毁灭了，就像曾经的都天世界一样。摧毁这个文明的会是什么？可是之前不是还有一个神人在替无忧乡的陛下传旨吗？他们不是还在打仗吗？难道战败了？无忧乡不存在了。不，我此次不是来寻找无忧乡的，是为了寻找我的家人。这要怎么进去啊？那些石像，多半是婆婆和爷爷们搬来抵御黑暗的。即便没有月亮船护体，他们亦能背着石像横穿黑暗，从魔怪中杀出一条血路。居然藏着一条通道，那是马爷的权益，婆婆的神通，龙爷的笔墨。看来他们就是从这里穿过屏障，进入禁区。屠爷爷的刀光，村长爷的剑意，应当会造成大范围破坏才是。婆婆，爷爷们，我来带你们回家。不对劲！小子，多谢你探路。又是他，被封印在镇阳宫的那尊魔神。哪来这么多魔？
终于带我找到无忧香了！从今往后，这个世界便是我们的了！皮特，杀！公子，不拦住他们吗？不急。孩儿们，占领无忧乡！那些符文是神语。神域似乎凝成了一种禁制，是在防止外人闯入吗？难道婆婆和爷爷们的神通就是被她限制了？多谢你探路。中计了，孩儿们，冲！这道禁制不止在防外面的人进去，也在防止里面的人出去。他想躲进自己开辟的极乐之界，免受袭击。不过，连村长爷的神通都会被禁制所束缚，那么他……一尊魔神就这么魂飞魄散了？这狗野日的禁区有没有必要这么凶险？谁布下的禁制这么恐怖？神。